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同是大男主剧女主《藏海传》张婧仪 vs《庆余年》李沁，差别明显。大男主剧中的女性角色往往面临着沦为陪衬的风险，像之前播出的《庆余年》大凤打更人，和现在热播的《藏海传》，女性角色戏份都是相当的少，女主和女配差别不是很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女主要出圈，就只有依靠人设魅力了。而《藏海传》中张婧仪扮演的香岸图，和《庆余年》中李沁饰演的林婉儿，就以各自独特的魅力打破了这一桎梏。两位女演员用精湛的演技，在男性主导的叙事中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光彩，两个角色差别还是很明显的。先说说《庆余年》李沁饰演的林婉儿，她是《庆余年》中一抹温柔的亮色。她出身高贵，却心地善良，不谙世事。林婉儿对张若昀饰演的范闲一见钟情，并始终如一地支持着他。可以说，她就是范闲的避风港，也是他心中温婉可人的白月光一样的存在。和他在一起时，没有任何烦心事，就是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。李沁将林婉儿的纯真、善良和坚强演绎得恰到好处。她的笑容明媚动人，仿佛能融化一切冰雪。林婉儿虽然看似柔弱，但在关键时刻却能挺身而出，展现出令人惊喜的勇气和智慧。要说林婉儿的弱势孤寂，就是身体不好，不会武功了，只能待在内宅，不能吹风，静静地等范闲归来给她讲外面的故事。所以林婉儿给人一种内宅女子的娇妻感。其实林婉儿也有自己想法的，但是自身条件不允许，所以很多事情只能妥协。李沁出生于1990年，今年35岁了。她的长相属于略带清苦的古典美女类型，充满了江南女子的端庄秀丽和婉约清冷。所以看李沁的古装角色，大多都有这些特点。像《楚乔传》的纯儿、《狼图腾》的摘星、七叶雪的薛子叶等等。再说说《藏海传》中张婧仪饰演的香岸图，她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角色。表面是京城最大销金窟枕楼老板，实际上是东夏郡主。大雍和东夏大战，东夏战败后被带到大雍作为人质，皇上封她为公主。香岸图以智武双全设定，打破传统古装女主人设，是公主，是智女，是深藏不露的枕楼老板，心机深沉，身怀绝技，还武艺高强。她和藏海起初因各自目的而相互利用，但在共同面对复仇路上的困难和挑战时，逐渐加深理解和信任，感情升温。和林婉儿的柔情似水不同，香岸图既有小女孩的娇俏狡黠，还有异域公主的高贵，兼具异域公主与情报首领双重身份。香岸图外表冷艳，内心却炽热如火。她既是藏海的盟友，又可能是他的敌人。这种矛盾的身份设定，让香岸图充满了戏剧张力。更难得的是还会武，剧中将鞭打与梳头等日常场景结合暗藏杀机，塑造带刺玫瑰形象。张婧仪在《藏海传》中首次挑战双刀、鞭术等高难度武打动作，肢体控制兼具刚柔特质。激烈打斗中仍保持稳定的表情管理，如眼神锐利聚焦、嘴角微抿等微表情传递角色机灵特质。而张婧仪出生于1999年，今年26岁。她的长相有东南亚美女的韵味，浓颜系混血感重，幼态特征与大气骨骼结合，既有少女天真感，又有钟楚红式的母系包容美，很有辨识度，很适合这种异域少女。从角色深度来看，香岸图显然更胜一筹，她的复杂性和成长性都更为突出，给演员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。张婧仪也不负众望，将香岸图塑造的立体丰满。但从观众缘来看，林婉儿或许更受欢迎。
她的善良和纯真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。李沁的表演也让人物更加讨喜。那么，你认为谁的塑造更为成功呢？